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生命科学中最根本也最困难的问题：DNA 到底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困扰科学家超过1个世纪。因为 DNA 实在太复杂了，它不是随便几个原子就能组合出来的分子。DNA 不只要结构稳定，还要能携带资讯，还要能被复制。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在地球上还没有生命的时候，这样等级的分子怎么可能自然的出现？20世纪的中期，有位英国科学家名叫格拉汉·凯恩斯史密斯，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想法：DNA 本身不可能是生命最早的起点，因为 DNA 太复杂，它依赖一整套已经存在的生物机制，所以在 DNA 之前一定存在一种更原始的系统。这种系统不需要蛋白质，不需要核糖体，甚至不需要细胞，那它必须具备3个条件，能够复制。复制时会产生差异，这些差异能被环境筛选。只要是3个条件成立，达尔文的演化论就会开始，进化论就会开始。凯恩斯史密斯提出的候选者不是 RNA， 而是粘土。听起来很荒谬，对吧？但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严谨哦，在显微尺度下，粘土并不是一团没有结构的泥巴，它是由大量微小的晶体组成，而晶体有一个关键的特性，它们的结构可以被复制。当一个晶体放入过饱和溶液中，溶液底的分子会沿着原本晶体的排列方式沉积，新的晶体在结构上会和原来的晶体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晶体在生长过程中产生了缺陷，这些缺陷会被后续生长的结构保留下来。从资讯的角度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遗传，结构被复制，差异被保留，环境会偏好某些结构。凯恩斯史密斯认为，在早期地球的环境中，不同结构的粘土晶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稳定性与扩散能力，于是某些结构会在竞争中逐渐占优，这就是一种不依赖生命的演化。这个理论被称为晶体等头基因假说，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真的描述了生命起源，而在于它指出遗传与演化不一定一开始就属于生物。但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它几乎无法被实验给验证，也很难解释资讯如何从晶体转移到真正的生物分子系统。因此，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个假说逐渐被边缘化，但它留下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不是粘土，那么 DNA 之前真正的遗传系统是什么？答案是 RNA。这就是目前生命起源研究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 ，RNA 事件假说。这个假说逻辑非常直接，RNA 和 DNA 一样可以储存遗传资讯，同时 RNA 又像蛋白质一样可以催化化学反应。也就是说 ，RNA 一个分子同时具备资讯与功能，这解决生命起源中最棘手的问题。在现代生物中 ，RNA 需要蛋白质来复制，蛋白质又需要 RNA 来制造。而 RNA 两者都不需要。接下来的问题是 RNA 是怎么自然形成的？就要引入深海热液喷口理论，特别是碱性热液喷口，也就是白烟囱在这些结构中，海水与地壳反应产生稳定的化学梯度，包括酸碱差、温度差与电化学差。这些梯度是天然的能量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中，二氧化碳与氢气可以被转为有机分子，其中就包括甲醇甲醇在适当条件下可以进一步反应生成各种的糖类其中之一就是核糖。核糖是 RNA 骨架的核心成分，如果再加入磷酸根以及含氧碱基，理论上就能组成核苷酸以实验已经证实，在模拟热液环境中可以生成出各种氨基酸，而氨基酸正是合成碱基的重要前驱物，所以 RNA 的基本零件在自然条件下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接下来关键问题是这些核苷酸如何达成长链？因为在水中 RNA 非常容易被分解合成的速度远慢于破坏这时一个物理现象变得非常重要，它叫做热涌效应。在温差的环境中，微小分子会从高温区向低温区移动并累积，在白烟囱的微孔中，这种效应可以让有机分子在局部空间达到极高浓度。在这样的条件下，核苷酸才有机会缩合成
RNA 长链。于是没有任何生命参与的情况下， RNA 自然出现了。但出现还不够啊，它必须能够演化啊。关键在于 RNA 可以自行折叠成各种不同的三维结构啊，某些结构恰好具备催化能力，这些具备催化能力的 RNA 被称为核酶。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能够促进 RNA 复制的核酶。实验室中，科学家已经成功培养出能高效复制其他 RNA 的 RNA， 这证明RNA 具备自我演化的潜力，一旦复制开始，自然选择就会介入，速度更快，准确度更高，稳定性更好的 RNA 会逐渐占据优势。于是遗传正式诞生。接下来，生命进入加速演化的阶段， RNA 之间开始形成互利网络，有些 RNA 专职于资讯保存，有些 RNA 专职于催化反应在竞争与合作中，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 DNA 登场。DNA 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 RNA 系统中在演化过程中衍生出更稳定的形式。 DNA 因为化学活性较低，不容易断裂，这让它非常适合长期保存资讯。很可能早期 RNA 病毒首先发展出逆转录机制，接着这套机制被宿主接收， DNA 逐渐成为主要的资讯载体， RNA 则转型为中介与功能分子。最后蛋白质加入系统， RNA 分身可以促进某些氨基酸的生成，而氨基酸一旦形成，就会自然折叠成蛋白质。蛋白质效率远高于 RNA， 于是逐渐取代 RNA 成为主要的催化工具。最终 DNA、RNA、蛋白质形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心法则。生命不再只是化学反应，而是一个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自我演化的系统。这就是目前科学界所能拼凑出最完整的生命起源的途径。它仍然不完美，仍有许多细节我们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生命不再是奇迹，而是在正确条件下，化学与物理自然会走到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只要条件相似，在宇宙的其他角落，生命很可能再次出现。谢谢。